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侠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飞机头等舱。啊！他喷人，他有喷，他喷人了，他喷毒哎！你看在你全身啊！我不高。我个人觉得这个酱就是我会想要买回去当伴手。东爪哇到此一游的话，必买的就是这个酱。等一下，不好听了，不好听。现在觉得他把我当成乐器。I'll be coming up hot for a minute.出来旅行最常问到有什么好吃的，尤其我跟锦兰印尼 long stay 将近1个月，有道国宝美食大家绝对听过，那就是沙爹。它从印尼开始传到世界各地，现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亚洲地区，甚至荷兰都对这一味深深着迷呀。我问你哦，这次我们来印尼吃了很多东西，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吃，但是还没有吃到的？我想要吃沙爹，因为我知道泗水这边最红、最有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吃沙爹。对耶，东南亚就是要沙爹啊。对啊，你现在要带我来吃，应该是一些网美店吧？要拍照了吧？他算是网美店没有错。你为什么要犹豫？没有，因为大家来这边一定会拍照。哦。那就是绝对会拍照，你不拍你会觉得有种啊，我竟然没拍到照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既然要吃沙爹的话，我一定要带你就是去吃最 local 的，好拍照又 local， 是不是很期待？很有你的风格。你有吃过蛇吗？我忘记我没有吃过，但是我知道以前就是华西街很有名，然后我有看过蛇三套，对不对？对，它是蛇肉没有错，但它不是一般的蛇肉，那不然嘞？它是眼镜蛇肉。跟台湾饮食习惯类似，印尼人呢也有吃蛇的文化。就食补来看，眼镜蛇肉能养颜，所以他们不只喝蛇血、蛇胆，更把沙爹的概念套用在其中。那我去找我们的蛇，对不对 ？Thank you, thank you. Oh, careful.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哎，这边是这里吗？在这里面，在这里这么大马路，我以为他会在什么一个家里面的养殖场或干嘛，我以为他直接在大马路上，那他跑出来怎么办？而且这样别人都可以乱拿吧？如果跑掉的话，他直接到河里面去，会不会伤害人家的？那他现在是要打开 ？Oh my god！ 喷他的毒液啊，你要小心一点。哎，眼镜蛇很凶哎，哦，它有网子，它有网子。他怎么抓？为什么这里的人要徒手啊？哦，他是这样有网子，徒手合理吗？可他你看这是眼镜蛇，它的头是三角形的，是那种有那个有翅膀的那个，你知道？你说三角形的那种，那这边，而且它好凶，它刚刚讲，对，你看它在哈，你看它在哈，它凶爆了，你看，超凶的，它凶爆哎，那它会不会现在吐那个毒汁啊？现在会吐。会，你看淡定，会，你不怕吗？不怕。
你有被吐过吗？你有被吐过眼睛？哎，他过来了啦！不是，他说他被吐过眼睛，哎，那怎么办？啊！他喷了啦！他喷了啦！他喷毒哎！你有看到有？等一下，他真的会喷毒，他刚刚差点喷到我了。我觉得他比眼镜蛇可怕，他比眼镜蛇可怕。OK， 他真的有喷，所以我们要带去那边，是不是 ？OK，Go，离他远点，让他喷死。哎，到那边没关系，就懂吗？好凶哦！这里面应该有2、3只嘛。对呀，哎，这边有一只哎，哎，我刚没发现，我刚以为是他围巾。对呀，哦，这么热刚戴围巾，好可爱哦。可是它是黄金蟒，是不是？它有牙齿吗？没牙齿，拔掉了。好可爱哦！没有牙齿。它是黄金蟒吗？好可爱哦！它看起来好温馨，它好乖哦。我们可以改跟它互动，然后不要跟它互动。我们不吃了，我们可以。它嘴巴对着我们了，它直接拿起来这样子，直接这样子放在我们前面呢，很可怕。你被喷到眼睛会怎么样？所以，拿去急救剂。会香的。会香。那你被喷到眼睛，有没事吗？为什么？马上要洗啊。哦，是哦。我觉得它有点太单纯。他说哦，不然眼睛会瞎，我被喷过。哦，然后我就洗一下就好了吗？什么意思？它是养的还是它是野生的？你给啊？养野生的。哇塞，难怪这么凶。野生要去哪里抓啊？不带，不带呀。要打开了，要打开了，各位要打开了。远一点。野生的，跑很快啊。哎，那这样子生意会不会有时候做不成啊？因为没抓到。会啊，哎，抱歉，因为他们要预定。哦，原因就在这边要抓。谁要预约啊？好凶哦！好凶，他开始喷毒哎，他大喷毒哎。啊，好凶！怎么搞的？怎么搞的？这个，真的超凶！哎，不是他太凶了，他太凶了。哎呀，打我脸，不是，走！这样子吧，他会喷呢。哇，好凶哦！他难怪叫我被喷到眼睛。对呀，他干点保护腿是哎。他这样用什么？用手在抓他的头吗？他现在在驱赶他。啊，什么？哇，真的知道哇！他在驯服他，他在驯服他。他们不怕被喷汁吗？离他很近，难怪他戴眼镜。吓我一跳。哎，我真的很惊呢。我觉得我们这一趴录影的距离大概就是这样。对，他们真的离他太近了。不是，他离他太近了。现在他是在驯服他吗？不是，那他们这样想要干嘛？想要从他后面抓头吗？不要让他们分心，不要让他们分心。你先走，你先缓缓好不好？想要抓他的。他想要抓，他们现在是在要抓他，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就一下子就抓，要跟他稍微耗一下。对，不要急，这真的不要急哦。他要从头抓，他现在要从手这样下去。他从后面。对，他现在安抚他。哇，抓到，把他按住了。哇，他手劲很用力。他的舌头，他现在在让他的那个毒液先出来。按摩他的下颚，让他毒液喷出来，舌头已经出来了。对，还会有这个吗？他拿竹签，然后把他那个牙齿近一点看毒牙。他应该不会再喷了。他又喷了，还好他有戴眼镜，他这样捏着嘴巴还可以喷哦。我们得再三强调，哥哥是有练过的，才敢正面对决，大家千万不要学哦。那也因为眼镜蛇有风险，加上肉量不多，所以一串眼镜蛇沙爹要价台币将近1000元，完全就是天花板的身价。很像鳗鱼，对，所以如果呢，大家路过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想说买来吃吃看，你以为你吃的是鳗鱼，结果其实它是眼镜蛇。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在预约的时候，大哥就讲说，你要不要先付定金，要不然这全部都会被人家预约走。所以其实很夯。所以我刚才有这么多人想吃眼镜蛇吗？你说你想去网红店，这就是网红店啊。OK， 这是另类的网红接地气的，好拍照又夯。秒不动。秒不动，哎，秒不动哎，真假？秒不动哎。
哦，虽然口味很重，但是我很喜欢。它是有一点甜辣，可是那个辣哦，那个辣其实很辣，然后很浓，它会一直留在你的喉咙。你吞下去之后，那个酱味很重，可是它带有一点点的甜。然后蛇肉有点难咬，是因为它就是整只蛇，然后它在处理的时候就是剪断，它也没有做任何的去骨或是挑刺。所以它其实蛇嘛，然后旁边有很多的骨头，它的肉几乎都是包裹在那个骨头上面。你等于是要用牙齿去有点这样子抠上面那个肉，一点一点抠下来，从边边开始这样，慢慢这样子把它抠下来吃。你不要大口咬，你咬边边，然后慢慢用牙齿去抠它的骨头上的肉。你把它当成那个骨边肉在吃。我懂了，吃那种排骨的那种感觉。哦，它的肉算是很有韧性的肉。然后因为它全身都是肌肉嘛，所以其实你吃不到一些太油腻或者太肥的部分。它的肉，我告诉你，你不要串着吃，你就是每一个拿起来，直接这样子右手去啃，我觉得是最好啃的。像啃排骨这样子，啃那种鸡爪。啃鸡爪那样啃，因为它的肉大概跟鸡爪多寡差不多，就是要附在那个骨头上面，有点像我在吃那种鱼下巴。那鱼下巴也是有很多那种软骨，然后小小的刺。然后它其实都是那个纹理是非常细致的，就是要去挑那个骨头跟骨头中间的小肉。然后其实有点像是下酒菜啊，就有点刷水，那个酱非常的辣。居酒屋会出现的。对，你就一边看剧啊，一边慢慢啃，其实蛮享受的，蛮享受的，而且。可是它的肉，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有吃过蛇肉汤那种肉，我觉得那种肉好像比较多一点点。但是眼镜蛇肉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野生的关系，它没有办法就是控管每一只蛇的那个肥瘦、胖瘦，所以其实我们吃的这个肉呢，它算是结实的蛇。是，这个是我颠覆就是蛇肉的想象。如果说眼镜蛇沙爹颠覆三观，那么后面这款更是这趟旅程的顶级享受。从来没想过印尼跳岛行可以这么舒服啦！就是要做很 local 的旅行方式。没错，搭的这个是 Sleep。对，我们预约了，我在网络上预约了，就是票，然后它是一个睡铺的巴士。对，没错。你好，给他手机。你好。好 ，Follow no go 2 tickets。Here。啊 ，Thank you。这是我们的车票吗？对啊，它这里的车票也很先进，它是用 QR code 说哇塞，这个一样 BB 进去。你看我们前面是用护照登记，所以你看上面有我们的名字哎。有我们的名字，因为它既然是睡铺，就代表我们每个人就会有个床位，你不可能占我的床位。你有睡过这种睡铺巴士吗？没有，但我就看电影会有那种车站里面会有自己的床，然后你可以搭很久的话就睡在那边。对，感觉很舒服。就是另类的移动式的背包客栈。对，就是你可以省一个晚上住宿费用。哇塞，好省时间，对，走啊。走。Selamat sore nih. Selamat sore Ibu. 这还要脱鞋耶，它好像那个胶囊旅馆。对呀，它其实是大座椅，就是很大的椅子，然后可以半躺平，然后脚可以伸直这样。它很像那个啦，头等舱，很像头等舱。好火！而且我跟你讲，这里的冷气是我们这一趟遇过最冷的，超棒！这冷气直接大给他鼓掌，这冷气。我想要待在这边睡觉，睡觉就是要这种冷气，因为我们大概开6个小时会到 Polongo。对，我们就是打算在这边就是免省住宿费。我们需要很冷的冷气。9跟11，9跟10。不对，9跟10，9跟11吗？这边11在这啦。哦，这里哦，我一直看这个7B。你看，不是这个是不一样。好，那我要上去。先，那我们应该要先放包包的。对，不然放不去。包包在哪边啊？包包应该先放
放在椅子上。你有坐过这种巴士吗？没有哎，我就是有坐过说那种很豪华的巴士，但是也没有这个那么高级，这个真的有点头等舱的概念。我之前有坐过15个小时的巴士，可是它就是一般巴士，然后2个座位没有上下，但是可以比较整个躺平，对，就没有这种独立空间的感觉。而且我还是第一次坐到有上铺的巴士，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还可以这样把自己这样拉起来，像一个包厢一样的，就是那之前都不能拉个飞机头等舱的 feel 啊。而且拖鞋还有电视哎，还有液晶荧幕，哎，而且你看我们户外有个拖鞋，它室内也给你一个拖鞋，它是满满的拖鞋。它整个就是照顾得很周到哎。你先，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我们屁股会对屁股。嘿，好好玩哦！对呀，那边的小毯子，好像枕头哎，好像在睡上下铺哦。哇！哎，其实我脚可以伸直，而且你看这边有个按钮，然后往下按的时候，它就会整个往后躺哎。你看能够躺到多躺？哎，自动化，我看一下好。躺。那你先聊个天，我躺完了。不是，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按钮更酷。不好意思，我躺完了。你没了吗？没了，已经倒地了。我跟你讲，还有另外一个按钮更酷，你看，它是按摩椅。我看，银色那个，它是按摩椅，我不要下车了。哎，真的哎。它是按摩椅耶，可是我跟你们说，它的按摩是震动式的按摩，它是有频率的，噔噔噔，震动的。你现在收这个音，应该收得到，它是噔噔，它是那种贝斯的感觉。对对对，它是震动式的按摩，它不是有2个滚轮这样子模拟背。好开心哦！我这样子按摩，这样按5个小时。因为你不是说你想按摩，我很想按摩，震动你整晚。哎，那个。一般的飞机是有按摩椅的吗？没有吧，一般飞机没有。这1000块很值得。然后它该附的，比如说这种小台灯，它也有。然后还有 USB 充电的2个孔也有。对啊。然后个人电视也有，挂钩也有。它这个 USB 充电很酷哎，因为是2个孔，很贴心，可以充手机跟随身充。没错，因为印尼的那个转接头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它是圆形的，所以你一定要带转接头。像这种 USB，就是你不管各国，你只要有 USB 孔。USB 线就可以，对你完全不用管转接头，而且我真的觉得按摩太爽了，好舒服哦。然后它基本的那个安全措施也有，就是安全带也有，个人的隐私有没有？就是看到对面的人觉得不太喜欢就拉起来。这样会不会有搭讪啊？小姐，就是你要跟我搭讪，你要 Excuse me, excuse me. Hello, hi.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Taiwan. Taiwan. You too? Yes. 我不能要求了，以后我就变成是我不用讲英文了啦。就可以开始讲中文了。对，就一个搭讪的情景。其实它这个整个躺平真的，然后还有那个把手。对。哎，我这趟外景我都只坐这巴士，我不会下车了。我先跟你说。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就是包一台这个巴士？我们就包一台这个巴士，包一台。简单来说，这款卧铺巴士就是5星级的行动旅馆，各项顶配，不止让人宾至如归，结合住宿和车资的概念。开了6小时的夜车，座位虽然舒适，不过长途下来多少还是会腰酸背痛啦。贴心的制作单位特别安排了舒压按摩，只是怎么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是，今天这趴是我最期待的，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点是说，我们通常印象中按摩不就是桑拿啊，然后觉得很舒服啊，精油啊，但是制作单位给我们这个东西，我现在看不懂。我只能说我有种被骗的感觉，我现在情绪不是很好。我觉得这是不是折从头到尾我都要摆臭脸录这一块。我们早上还在那边兴高采烈说，我们太阳好大哦，而且我们今天穿衣服还在想说，我们要带一套衣服来换，因为今天要按摩的，对，然后怎么会流汗、三温暖、油压，然后车上还准备另外一套衣服。没错，然后这什么意思？然后你现在给我一张纸跟一个鸡蛋。其实我觉得他搞不好其实骗我们，根本不是来按摩，搞不好说我们帮别人按摩之类的。
谁？哪个给我按摩的？谁？哪一集？哪一集？不准帮水按摩哦，小心哦，对不对？哎，等一下，干嘛要选哪？要选哪？选什么？你要鸡蛋还是要？不就拿着纸吗？你这纸看起来超弱的，我才不要拿。因为你吃比较重，所以你想要，那你有必要喷口水？我觉得你这个纸太荒谬了。纸是不是？那我就纸哦，你就鸡蛋哦。纸要嘛还口水不要踩在我手上啊！不是因为纸要嘛就是那种很硬的水彩纸，就烂透了，那是什么东西？你的鸡蛋投哪去？它那么容易破。小指真是大家抬起来要夸张。哎，他一直在给我跳一些特殊的舞蹈。这是什么现代舞？他像现代舞。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档。是在这在哪里？哇，这很像我们看那种铁打损伤的地方哎，阿巴卡巴，阿巴卡巴，怎样？我觉得看起来好像两个人。我们可以这样直接在人家面前讲，这样人家听不懂。就是，而且他你不觉得墙上看起来很不像是一个按摩师吗？ Mau pijit apa? Pijit telur apa pakai kertas?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吗？ Kalau dua-duanya yang membuat beda untuk yang telur itu kerasa di kaki aja, kalau yang kertas sampai ke kuku. Silakan pilih salah satu. 这个好了，看起来蛮真的。看起来，是真的，是真而的，且是生的耶，是生的，不然呢？我以为是煮熟的啊，那我煮熟热热的才有办法弄在脚底吧？对，那生的要怎么弄在脚底啊？是变魔术吗？现在他看起来像变魔术他看起来是魔术大师，对他不是按摩大师。哦，只要先折，是不是？你看，我就跟你说，这个是按摩的前置作业吗？他是要把它折成这样哦。好好奇那我先做的，我哦。先做的。 Kalau banyak penyakitnya biasanya terasa sakit, kalau nggak ada ya cuman biasa sakit. 你如果健康的话是不会痛的。我超不健康的耶！我天哪！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我只是把纸放到大洞里吗？ Itu pusing itu loh. 怎么了？然后他在压我穴道，他靠指的这个硬硬的地方，然后去挤压我的穴道。我知道，那就跟那个满清十大酷刑一样，那个竹子你做夹那个会痛哎！会讲等一下，不好吃好痛！只有这么夸张？你是哪里？我不相信。他哪里身体不好？刚才你是哪里？ Itu berarti sampai sering pusing. 哦，我刚对呀，我刚刚在头晕啊，我有喷口我刚喷大头，你自己试，你自己试，我要试。他真的，它是目测就测出来我们哪里不舒服，是不是？我好像还好，我肚子没事， Nyaman. 因为我按摩都吃很重。 Nggak terlalu. 哇，我现在觉得他把我当成乐器，他在弹什么琴之类的。哦，真的哎，我会唱歌。那其他地方来试一下，其他地 Sama 方， lain dia Bapak. Kosong nggak sakit aneh. 还有其他地方，还在观察你的脚，他还在观察你的脚。 Yang pusing tadi. Sudah. 那里是哪里？那里是哪里？ Bagian mana yang nggak pernah? Sudah. Pundak sampai kepala. Oh. 肩颈啊，对我肩颈好像酸痛。 Ini sudah lama sih. Sudah ini Yang jelas ini untuk mempelajari dan darah. 古老了。很古老的，因为我没看过哎，这样子用纸还真没看过。蔡伦发明纸，他一定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拿来用这样。对啊，简单来说，老师用弹指震动刺激穴位，达到疏通的效果。这概念或许能理解，可是换成鸡蛋，这么容易破碎的东西，也能按摩吗？哦，这个点很痛。哦，这鸡蛋不是生的吗？蔡切要运动很像煮过的鸡蛋呢。他就是拿鸡蛋尖尖的地方去刺你穴道。哎，这个没有比纸还要不痛哎。这个鸡蛋其实是我先把脚收起来。它那个
刺的感觉更明显哎。而且它刚刚有使力，但鸡蛋不会破哎。你放轻松，你不放松，你跟它抗衡，你会更痛。OK。你不能跟它硬碰硬，放轻松啦，不要憋气，是不是？它比纸还痛，对不对？它比纸还痛，我超痛啊！它比纸还痛哎！我这个是吗？到底是什么部位啊？肚子有问题了。因为那个弹头很大，你感觉好像整个蛋附着在那上面，可是它刺激到那个点却是很精准的那个点。我觉得老板厉害的是，他知道那个点对到哪里就对应到什么部位，因为你通常一个脚掌它就有对应的穴位，可是我们是脚趾头哎，那么短哎，他怎么知道哪里是哪里啊？然后只要偏一点点，其实感觉就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它就有点像是那个射飞镖的那个红心，它就是可以直接正中红心，因为它旁边一点点其实就没那么红。所以按的话，应该会比较缓解，对不对？应该会比较松吧？是. Biasanya itu kan pakai media yang lain seperti kayu dan lain sebagainya. Itu biasanya rasanya jarang. Tapi kalau telur setelah dipijat pakai telur selang 1 menit sudah hilang.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需要好的爱心。没错，因为他们整天你知道在扛东西，肩颈超酸痛的。哎，快点，我来拿摄影机，不就一个定看吗？有什么好不拿的？不就一个定看，不就一个定看？我不要啦！你现在心情如何？好，拉背哦，拉背到你的脚。你脚好白哦。哇，是不是痛？是不是痛？真的假的啦？很痛哎！你要忍住，要忍住，不要演，不要演。那是哪里？那是哪里？真的，干背。哦对。肩颈酸痛。肩颈扛射已经合理了。他前面那个。哎，他比你还激烈，怎么会这样？好激烈，好激烈！我让很多男生，很多男生都在注意身体健康。对，而且很多男生。哎，看一下他射弧线，射弧线的部分。这个再怎么也要撑着。我天哪！不行，你不行啊！不行，随便讲自己不行，不行。你昨天教的来用，非常难用，非常需要有勇气。昨天教的来用。你不要郭哥，你不要郭哥，不要 Q 郭哥，郭哥，你要看看50岁男人的魄力，胜。直接射弧线呐！哎呦，小孩的人没问题啦。哎呦，不会痛，但是还好，但是刚刚那个很痛。是不是？我们可是用心良苦帮大家健康检查。毕竟呢，为期1个月的印尼跳岛行，顾好身体不只是必备条件，填饱肚子啊，更是必须的。我们要来这边蒙拉登塞口，没错，因为我们这一趟在印尼的时候，不管去吃小吃店或餐厅，他们很习惯用一种酱料。然后这酱料，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想说，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它就叫哈酱，它就是哈酱。那我们现在在这地方叫做西毒阿九，西毒阿九就是哈酱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地。那大家买哈酱都会来西毒阿九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去台中会买那个什么辣酱，东泉，没错。所以就是我们要买到最道地的哈酱，就要来这边。接下来就是来到就是哈的圣地，我们就一定要下去，就是猛拉一下，你知道，猛一下。OK， 我们就在那边猛拉啊，对，而且这里就是一个村落，这个村落他们有自己的方言，就感觉是一个自己的小国家、小地区，是。然后他们那个河就在他们家的门口，他们感觉就是每天早上，然后卷着裤子下去
把蛤解一解，然后就直接拿去做蛤酱。对，河就是他们的大型的冰箱。你看我们现在路上，不管地板还是什么，就很多这个蛤。这个就是吗？这个应该就是蛤吧？这是他们的壳吧？对，它这个他们就是整个蛤壳都在这边。哇塞，它其实的形状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的形状其实是很正三角形的，然后很小很小，就像吃那个烧酒螺或者那种下酒菜，它会一起炒辣椒那种很小的蛤，但是它是有点半椭圆形的，它有点像那个小蛋菜。对，我们像我之前这样猛拉的时候，我有在溪边或是那种小的水沟，但我还是没有在河这边猛拉过。哦，今天绝对很到底，这个河就是保你对很开心。为什么？我说锦兰啊，你先冷静，我懂你的明白。毕竟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生活方式，尤其西多阿久是座靠河的城市，不止蛤酱从这来，居民的吃喝拉撒都在这边。大哥是整个沉下去，可以这样泡澡吗？阿巴卡巴，阿巴卡巴。Baik. 他现在是已经开始在抓蛤了吗？ Bapak sudah mulai nangkap ini. 哇，哎，他手上一堆，他手上一堆，那个就是吗？它捞到好下面哦。骨棒，对鼓棒，所以这里叫鼓棒。对。那个蛤叫骨棒，鼓棒，我的天哪！它那个竹勺好像是一个那个漏网，一个筛网，然后可以把泥巴筛开、筛干净这样。还有像踩到有就用手抓，哦，就他是放在用脚是踩这样子。对。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不想下水？怎么会？其实是来，该下还是得下，好不好？下 ，everybody， 下，怎么了？没事，我好喜欢下水哦。快出水！下，你小心，这里是一阶，这里是一阶。李毅加油，李毅加油，加油！还有一加油谁？你的队友。加油！耶！还有一加油！你这边有阶梯，快一点！我跟你讲，我现在直接把你扯下。加油！要面对往上面对。啊！不要滚下来，然后我们两个这个淹我们用没。最迅速的方式结束这一趴。好冰啊！哎，大哥，指这里，大哥指这里。哪里？这里。摸不到。哪里？这个，找到了。对呀。哦，cuma pegang。脚踩，我有感觉。天啊，他踩的，我有感觉。感觉对了就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我们赶快了。我是在摸着大哥，有没有？你可以帮我们捞一下吗？这有点对我们太深了耶。不是，Dia anu ditangkap 这 ya. 有点太深了。不是，哎，是踩的是怎样？等一下，然后我踩到大哥的脚。不是，他踩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Ya kayak kupang ini. Kayak batu ya. Iya.它踩的时候好像有石头在动这样。那底下都是哎， Dalamnya itu banyak ya. Ya ada 下 banyak. 面很多。因为他说踩的很像石头，感觉我现在踩的感觉就是像石头我啊。满脚的石头啊。对呀，那个就是。 Dalamnya semuanya batu atau kupang. 哎，我觉得 Kupang. 哦，有些是那个kupang啊，有些是那个真的石头啊。 Masukkan sini lalu 太 dibersihin. 分了吧？ Ya. ini Ini. 踩一下， Ya. 就脚放在篮里面，然后一直踩，让它的脏东西出来。可不可以请大哥踩一个地方给我们看看？然后我们下去捞。对， Ano? 在那边，这里，哎对，这里现在 right now。我要摸一下大哥的脚。 Ya. Ini. Hai. Ya, Sini ini. ya. Ya ini. Ada. Ya. 下去了。啊！摸不到，我摸不到。好深啊！我摸不到，我已经全湿了。我全湿了，可是我摸，好冰，等一下，好冰，好冰， Terus kayak emang. 刀口在哪里？摸不到，不是， Airnya tambah 不 dalam. 是啦，这也太难摸了。没有，我跟你讲，这河超深，你看我们现在在岸边哦。你看他一点下去。等一下，大哥在泡我的。但是要怎么抓？要这么快？哦，要这样翻。哇，你看他都踩在这个上面。那个肉不是他们不要的肉是不要的。啊，这样不要肉。哦，就是那个水而已。
期最好看的世界第一档。河超深，你看我们现在在岸边哦。你看他一拳下去，等一下大哥是在泡温泉还是在抓？这是要怎么抓？哎，真的耶！ Yeah. 哇，真的都是。看，而且它金光闪闪，其实很漂亮，它好像蛋菜，它好像就是蛋菜的一种，对不它很对？像什么珠宝盒的颜色，它其实很漂亮哎。它超美的。pakai. 雨雨，你摸摸看，这个很重。没有。哦，你看，很多哎。 lihat aku ya. 咦，真的不是？你看，大哥刚刚已经抓那么多了，哇，我看不出来这河里有这么多哎。大哥跟我们讲下面还有啊，我要下去捞一次看看，捞一次看看，我要捞一次。可是我没有，我跟你讲，我刚刚脖子已经下去了，而且我捞不到。哎，我跟你讲，这个水是不是有点浊？你带不到我下面，我现在是。但我还是摸不到地板。我刚刚，你看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是这样子摸不到地板去了。我现在要用我的脚把它抠起来。我也是，我现在要给我一个。怎么有一个被人啃过的骨头的感觉？我告诉你，再捞一下，你用脚，你把它勾上来。有，我用脚把它勾在我手上。我先用脚，我用我踏米鞋把它弄到我的手里面。有吗？有吗？用脚来挖。挖呀挖呀挖！你看，哇，好多！好给你啊！我要膝盖，因为我跪得下去，我用膝盖把它这样子。你那边是比较浅的，这边好深，我只能用脚。这里超深，有吗？有吗？有吗？我瞧，抓到，感觉很多。哇！很多哎！所以它这样，这个是用这个。那一瓶，我觉得它如果这么小的话，一瓶应该会用很多，因为你看它这么小，然后它的肉这么少，然后要吃这么多，才有办法用成蛤酱的话，它其实量要非常非常的大。捞好的小蛤得经过2小时人工去除杂物、清洗等步骤，别以为下锅煮就大功告成喽，有些美感可是藏在细节里。哇，那你看它这个，它是有很像那个蚊香的东西耶，螺旋状。哇，它这个宽度其实都设计过。可是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 Nah, baru kaitan itu tambah betro, pun malak-malik, ya tuh. 我觉得通常蛤应该会蛮快就开了。你看我们煮蛤蜊汤也是一下子那个蛤蜊就打开了。哇，其实不好搅哎，因为很多，我们刚刚放了四大匙进去，所以哇，你看它都缠在这个上面，真的好可爱哦。这就是壳肉分离啊。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那种酒蒸蛤蜊的蛤蜊汤味道了。要不然你让他示范一下，他听得到怎么搅。哦，要这么快哦，要这样翻，这样子啊。哦，你看在那边，难怪他在旁边。我不知道这么快，我又是要旋转，眼不见为净，然后一直把头。他觉得受不了，受不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那他现在捞肉了。捞什么？捞上面的肉。daging ya？对，要捞肉了。可是肉不用煮到化掉吗？不用煮烂，但那个融到汤里吗？为什么要捞起来？那个肉不是他们不要的。肉是不要的。这样不要肉？哦，就是那个水而已。啊？那肉不吃吗？那要干嘛？kalau dagingnya itu buat apa？ 哦，做另外一个美食。那这个蛤现在是可以吃的吗 ？Ini sudah boleh dimakan dagingnya。boleh，可以。肉试试看，感觉很烫，小心哦，烫哦。我他妈会割肉，超小一个。哦，大概跟我指甲片一样小，那么小。因为指甲片偏小。很小一个。哦，你拿到这个算大哦。对啊。有味道吗？没有。没有。其实蛮嫩的。没什么味道，但是是 QQ 嫩嫩的，QQ 嫩嫩的，然后你到后面它会有一股甘甜味，很后面那个汁。对，而且我刚刚以为是想说它用水温那么高，然后煮一定是烂烂的，但它其实是有个烹度的弹性。对，它超狗的，你看，哇，你看它这个，哦，有点粘稠度，这个很果酱哎，对不对？好甜哦。对呀，你
没有想到它是甜的。我个人觉得这个酱就是我会想要买回去当伴手。我觉得东爪哇到此一游的话，一定必买的就是这个酱。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侠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就是已经煮了大概2个小时的蛤酱就是而且它还不算是蛤酱，它煮了2个小时的那个蛤的汤，现在就是变得颜色这么深。它超深，而且它其实有点浓稠，它上面的泡泡也是积成这样薄薄的一层。可是还没有完成哦，因为还有一个素薯要加进去。木薯粉，木薯粉应该是增加那个粘稠度。哇，颜色变了耶！你最喜欢拿铁？巧克力牛奶，对，这是拿铁颜色，而且这个是应该算是那个 espresso 有带有4杯的，对，比较浓缩，比较浓缩。对，这个应该就焦糖玛奇朵了啦。是木薯粉是主要让它有粘稠度吗？对，我想要搅搅看，那这个搅有什么样的那个技巧吗？应该没有，那因为木薯粉很容易沉淀粘在锅底。对，因为我刚刚看姐姐她都一直在刮锅，对，所以你就是让它不要沉下去就可以。而且它很香哎，它有一个牛奶糖的香味。那姐姐这样搅要搅多久啊？应该是要刮锅边，对不对？ bawahnya gitu ya, benar nggak? Iya. Coba kasih lihat. Nah, kita看一下。姐姐看不下去我们在干嘛？它其实是在刮锅边。等它，我们现在是要等木薯粉完全融在就是酱里面就 OK 吗？哦，等它黏固就可以了。它应该会越搅越难搅，因为水分慢慢蒸发。而且你看这里的那个很多东西，他们到现在全部都还是人力和纯手工，是几乎就是没有工厂。因为我们刚刚就是聊天才知道说，这里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在做蛤酱，这是东爪哇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酱。等于是它这边几乎产出了东爪哇需要的蛤酱。他刚刚说这煮2小时，代表刚刚那个大哥他在那边要2小时在弄那个蛤。对。从采集到制作，蛤酱的所有过程全靠人工。也正因为家家户户的手艺不同，所以这款东爪哇最爱的神酱才会独一无二、与众不同。耶，いただきます。我们已经正式完成了，你看它煮出来就是这么勾，它超狗的，你看，它勾翻哇，你看它这个。有点这个粘稠度，这个很果酱哎，它很像我们就是蚵仔煎蘸那种红酱，或者是蛙粿的那种米酱，传统的米酱的那种口感。它已经是膏状了，因为你看，一般我对于酱的理解是会掉下来，马上掉下来，但它多久才给我掉下来？对啊，粘稠度很好。这个酱就闻起来，它就是带有一点点甜味。那我先舔一下这个酱，单吃它。什么意思？黑是什么？我也要。是甜的耶，它超像甜的酱油膏，可是咸度很低。然后直到后面的后味会有淡淡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海味，一点点的咸度。然后可是前面你一吃进去的时候是甜的。你那个嘞？我觉得我这个真是超赞，它里面就是有红萝卜，然后有葱，它里面其实是一些榨菜，有一些对它其实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它自己的有味道的一些小蔬菜，可是它在搭配这个蛤酱的时候，我觉得很棒，是因为它其实就算有味道，它也不会是太重的味道，所以蛤酱是增加它咸香的香气，然后配上这个蔬菜，它其实脆脆的。我跟你们说，台南的朋友会很爱这个酱，台南的乡亲。这个酱代理它，很好吃，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可以入门，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不喜欢吃辣的话，但他又需要一些甜甜的酱去提味的话，如果不想加太多盐巴，它就是天然的咸味，其实蛮养生的哦。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侠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
得这个酱就是我会想要买回去当伴手。我觉得东爪哇到此一游的话，一定必买的就是这个酱。每一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这里独特的味道就是哈酱。酱汁不只是食物的灵魂，更是味觉的记忆。咸甜的滋味就像这趟印尼行，让人惊喜。从没有想过哈酱不用哈肉做，鸡蛋和纸可以按摩，卧铺巴士比飞机还要高级。那个眼镜蛇肉啊，堪称沙爹极品。套句我们常说的，只要不设限，好好体验每一趟的旅行，你就会看见不一样的大世界。